欢迎来到新闻频道，明星们很高兴您订阅了该频道。德贤紧致票房杀疯了，不出所料的有些人要坐不住了。真没想到，肖战的新电影《德贤紧致》会这么猛。截至目前，影片的票房已经突破了 1.97 亿，日票房甚至还把已经连续13次斩获票房日关的《疯狂动物城2》甩在了后面，简直杀疯了。不过，随着票房节节攀升，不出所料的有些人要坐不住了，网上唱衰的声音此起彼伏。豆瓣上德贤紧致的口碑相当两极分化，不少人都给出了看似合理的差评理由，但细究下来却漏洞百出，完全是在鸡蛋里挑骨头。总的来说，部分观众对影片中中国军人和日军的刻画并不满意，还质疑男主的主角光环过于明显。至于事实究竟如何，让我们一起来探讨探讨。01弱化军人的说法太不合理。德贤紧致上映后，有观众抨击影片为了突出男主的个人英雄主义，把其他角色塑造得像笑料，甚至还故意矮化中国人，言辞相当激烈。可细看下来，就知道这种说法有多么离谱了。影片开场，一群一看就没什么经验的炮兵登场，明明职责是轰炸飞机，可面对不停抛掷炸弹的飞机，他们根本无力反抗。最后，只有防空炮常萧衍和他手下的1号炮手活了下来。本来年纪就不大的年轻人，经此一战直接被吓破了胆。在逃亡宜昌的路上，萧衍又在船上收编了几个老百姓，一个东拼西凑的炮兵连就这么成立了。没经历过专业的训练，唯一的武器是一门经常损坏的大炮。指望这些人能在小日本进村的时候像神兵天将一样的出现，当然不可能。在3个日本人进村的时候，这10几个炮兵躲在村口颤颤巍巍的，炮长萧衍连头都不敢伸，只敢伸出一只手，胡乱把枪里的子弹打完就缩了回去。这也是为什么有的人说影片弱化了军人，但在这些炮兵身上是有着鲜明的成长弧光的。当避无可避，反抗就成了骨子里的本能。止戈阵最终能胜利，正是那些所谓被矮化了的炮兵们，一个接着一个，用血肉之躯扛住大炮的冲击力，哪怕被轰得皮开肉绽，都没有后退一步。在这些或是被大部队放弃，或是半路加入的炮兵身上，有着中国军人最朴素而又悲壮的反抗和守护意识。即使自己会死，也要把活下去的希望留给身边的战友。身后的百姓，这也能说是一种丑化吗？不夸张地说，看着这些前半段插科打诨的炮兵们一个接一个被轰得皮开肉绽，我早已经热泪盈眶了。更何况，男主莫德贤身上体现的也不是什么个人英雄主义。个人英雄主义是强调自己，无视整个集体，可莫德贤从始至终想做的，不过是牺牲自己，保护住老婆孩子罢了。大事上我是小的方向的，你们就是我的大事。并且，莫德贤从始至终都在鼓动全村的人一起站出来，大喊杀了他们，我们的家人能活。而且村里也不止一个莫德贤在反抗，90多岁的老太爷，忍无可忍拿着锄头跑出去和日本人拼命的普通人，都是反抗的代表。不难看出，德贤紧致整体是反套路的，比起打赢战争的爽感，更着重刻画的是普通老百姓在逃无可逃后孤注一掷的勇气。连新华社都发文称，影片讲的是百姓一起干件大事，深刻诠释平民在绝境中迸发的生存勇气与守望家园的坚定信念。并不是只有英雄才能干大事，普通人豁出一切的抵抗同样值得歌颂。这种人民史观下的叙事，
正是这几年抗战题材中所稀缺的德贤景致弥补了这方面的空白。02给日军开挂是无稽之谈，不仅是对中国军人德贤景致对于日本兵的塑造，也有网友吐槽半天解决不了3个日本兵，好不容易反击了，抓到了不打死日本人，还让人跑了。一群人打不过3个日军，乍一听是有点开挂的意思，但其实完全不是那回事。这3个日军代表的是极致的恶。一出场，关于五镇的争论看似很好笑，但正是这种轻慢的态度，展现出他们对中国人生命的毫不在意。是与不是并不重要，现在不杀，一会也能杀。面对男主，大和原用蹩脚的汉语说：“我们没有杀你的家人，现在还没有杀。”这说明在他的心里，杀掉中国人已经是一件稀松平常的事情了，区别之在于现在杀还是一会杀。而他们压迫中国人的方式是恐惧、顺民，我不相信；恐惧，我信。所以当面对装备精良又狠毒凶残的小日本时，村民们第一时间会不敢反抗。可当用勇气冲破了恐惧之后，就会发现他们不过是土鸡瓦狗罢了。至于影片对小日本真正的态度，早就已经通过角色之口说出来了。时世的轮回也未必能做人，可你当这是披了个人皮，都已经这么明显了，为啥还有人要说影片美化了日本兵？实在难以理解。许多抗战片都尽可能的宏大，但德贤景致却反其道而行之，故事的切入口非常小，小到只有一个村子，几十个人，而这些人大多没有经历过专业训练，甚至连个像样的武器都没有，可正是他们守卫住了自己的家园。这种接地气的人民史观叙事，如今在影视剧作品中已经颇为罕见。可事实上，无论是历史还是当下，占据大多数的，始终都是沉默的普通人。不是每个人都能成为名垂青史的英雄，可当自己的家园被入侵，自己亲人被残害，每个人也都有勇气拼死抗争，这正是德贤景致想要告诉我们的。只能说，观众的眼睛都是雪亮的，质量如何大家都看得见。某些坐不住的人大可不必再说一些酸言酸语了。那么，你对这部电影的评价如何呢？